Hello， 大家好，我係 Epic Crimson。咁大家最期待嘅社群日終於出現啦，就係鯉魚龍社群日啦。咁對於新手嚟講，其實我覺得呢個鯉魚龍社群日都算 OK 嘅。咁不過真係老手嚟講咧，就當係一個補下星塵嘅一個活動咯。咁其實我哋嚟翻今日嘅主題啦，鯉魚龍嘅社群日技能水流尾。咁其實喺對戰方面，水流尾係一個值得期待嘅技能。咁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紹一下呢隻水流尾鯉魚龍嘅呢一個用處喺邊度啦。咁開始之前咧就記得咧如果想繼續留意 Pokemon Go 嘅內容嘅話咧，就記得訂閱加提醒通知。我哋開始啦。咁一如以往啦，我哋就先從呢個 PVE 嗰度開始。咁鯉魚龍咧係擁有依家水系第5高嘅攻擊力。其實原來而家都咁低嘅咯，即係按照 DPS 嘅話咧，其實係更加會輸俾嗰啲有社群日加龍光炮嘅嗰啲水屬性御三家啦。咁因此其實鯉魚龍都已經算係時代的眼淚啊！依家咧都只能夠咧喺 PVP 偶然間出現啦，像極了愛情。不過水流尾嘅鯉魚龍就可以改寫呢一個命運啦。咁儘管模擬器其實都模擬出咧水流尾嘅呢個鯉魚龍嘅 DPS 都唔夠呢一個水炮咁高，但係啦，其實都好似我上次提到嘅呢隻暗影耿鬼一樣啊。鯉魚龍需要呢一個水流尾再加上水炮咧，先至能夠發揮到最大嘅呢個 DPS 啊。咁畢竟水炮儲氣時間都比較耐啦，咁其實好容易喺出到水炮之前就瓜咗老襯。所以依家有咗水流尾嘅話咧，就可以咧更加容易喺臨死之前發出，提高自己嘅 DPS 啊，咁就唔會嘥咗自己嘅能量。咁然之後我哋就嚟到 PVP 啦。咁其實整體嚟看咧，喺有盾嘅情況之下，水流尾咧係優勝於水炮或者係翼輪噶。咁其實反而咧喺面對零盾嘅狀態咧，咁其實水炮咧依然咧因為高嘅傷害力咧係成為咗最好嘅招數。咁所以厄盾用水流尾，執手尾嘅話咧就用水炮。而世紀大部分嘅情況咧都推薦用呢個龍式嘅，咁嚟去擴展呢個屬性覆蓋面啦。咁攀布加水流尾咧喺 PVP 嚟講就有少少多餘。不過咧有時候咧都會做到啲龍式做唔到嘅效果嘅。咁我哋一陣間咧逐一揭曉啊。咁喺超級聯盟其實都相當之可惜噶。因為數值問題啦，所以我都唔係好推薦大家用嘅。我覺得咧，其實呢一隻水流尾鯉魚龍咧喺超級咧，可能就會有比較大啲嘅呢一個發揮空間。不過啦，如果我哋齋話 GBL 嘅話咧，其實鯉魚龍係可以打得低雷吉斯奇魯、鯰魚王、暗影怪力、巨爪怪呢啲精靈。不過呢啲對決咧，全部都係接近5-5波㗎吓，咁其實都唔係太壓倒性嘅優勢。而且如果你係對唔上以上嗰啲精靈嘅話咧，其實鯉魚龍都好大機會咧淪為咧俾對面 ATM 嘅一個工具啊。所以如果你喺超級聯盟需要啲比較重火力嘅一啲水系嘅話咧，咁其實巨爪怪啊、水箭龜啊、帝王拿波咧都係一啲比較好嘅選擇啊。而今日咧，我哋就會主要咧講高級同埋大師聯盟，以及咧佢哋嘅呢一個紀念杯格式啊。咁呢幾個格式之下咧，其實鯉魚龍咧係會有比較大嘅呢個進步啦，同埋呢一個發揮嘅空間嘅。咁我哋先睇下呢個高級聯盟咯。咁普通格式咧係第7名，紀念杯嘅格式咧就係第37名。其實我都有少少冇諗到啊，原來呢個普通格式反而咧有更加之高嘅評價喎。點解嘅咧？因為咧鯉魚龍咧係能夠更加之穩定地打低呢隻鋼柱。除此以外啦，鯉魚龍亦都可以咧係穩定地靠水流尾嘅傷害同埋低能量咧嚟去打低一啲普通版本鯉魚龍比較難打贏嘅品種，例如話有克雷西利亞、卡比獸啊、巨鉗螳螂啊、島蘭熊啊，同埋呢個阿羅拉爛泥獸等等噶。不過咧，大部分本身會輸嘅品種咧，到依家咧都係會繼續輸落去嘅。例如話急凍鳥啊，用雜交嘅妖精系啊，奇異花啊，同埋美綠美塔等等噶。喺普通嘅高級聯盟當中，鋼柱同埋呢個美夢神咧都被削弱咗。不過咧，我預測之後呢一個2500嘅整體生態咧，應該同之前冇乜太大分別嘅。風向咧就要睇翻 YouTuber 咧有幾咁吹捧呢一隻水流尾嘅鯉魚龍啦。而喺呢個紀念杯格式啊，
咁其實2500嘅三巨頭啦，黑雷鋼柱同埋鬼龍都唔見晒，因此鯉魚龍喺呢一個紀念碑格式之下，佢嘅角色咧係相當之唔同噶。咁啊呢一邊嘅 meta 咧就睇落嚟咧初步啦，就比較睇落嚟咧似係一個御三家大亂鬥，跟住咧出面咧仲有啲耿鬼啊、波克基斯啊、怪力啊、啟暴龍啊、卡比獸之類嘅嘢咧，就可以打破呢一個御三家亂鬥嘅一啲角色。咁因此咧，其實我哋已經有咗啟暴龍呢一個咁好用嘅龍式使用者，咁佢打火同水都同鯉魚龍一樣咁正啦，兼且亦都可以打到埋草添，所以其實比較之下，鯉魚龍咧嘅紀念碑嘅定位咧就有少少尷尬啊，就因此排名亦都係相對比較低啲啊。不過咧，鯉魚龍有個明顯好處咧，就係可以打得低啟暴龍啊。去到最後，其實如果草系同妖精系唔係太多嘅話咧，我覺得鯉魚龍咧都係值得可以上場嘅。雖然我都覺得唔係太可能發生啦。咁啊，其實啱啱我講嗰啲全部都係用龍式嘅版本，並非呢個攀布版本。咁我當然咧，亦都特登查過下呢個攀布版本嘅呢個水流尾鯉魚龍啦。咁啊，可惜嘅就係咧，佢依然咧打唔贏呢個妖精系。咁其實導致咗咧呢一個攀布版本咧，其實係衰過龍式版本噶。而喺呢個大師聯盟咯，咁啊普通格式咧就第31名，紀念碑格式咧就第11名。咁其實呢一隻暗影鯉魚龍嘅呢個排名係更加之高啦。不過咧就考慮到其實都唔係太多人有呢隻高 IV， 兼且咧洗走咗千路嘅呢隻鯉魚王嘅話咧，我就唔會再作多介紹噶啦。對呢隻暗影鯉魚龍。咁啊，其實普通格式嘅排名比較低嘅原因，其實都十分之明顯㗎。因為上面咧就係有一隻真正嘅水龍啦，帕路奇亞，而且招式咧亦都同呢個鯉魚龍係相當之接近啊。咁啊，少數嘅分別咧，其實就係鯉魚龍由於佢有呢個飛行屬性啊，咁啊打古拉多嘅效果咧，比起蓋歐卡同埋呢個帕路奇亞咧都更加之好㗎。另外啦，鯉魚龍其實可以打得贏帕路奇亞，贏唔到嘅呢隻捷克羅姆。咁啊，此外啦，對於呢一隻烈咬綠沙咧，亦都係變得更加之壓倒性嘅呢個勝利。咁啊，主要係因為咧，鯉魚龍第2次嘅水流尾咧，係出得比呢個烈咬綠沙第2次嘅翼輪快，咁啊，令到佢咧更加有呢個壓迫性啊。咁啊，喺大師嘅呢個紀念碑啦，鯉魚龍其實本身都已經相當之好用，相當之多人用噶啦。其實除咗係能夠繼續打得贏巨金怪之外，同埋可以壓倒性打敗呢一隻烈咬綠沙以外啦，其實佢新增嘅勝局咧就包括咗咧可以打得贏普通版卡比獸啦，同埋呢個啱啱加強咗嘅呢個象牙豬。咁啊，其實對上普通怪力咧，佢依家咧係能夠打得和嘅。而同樣地，咁啊，如果呢一隻鯉魚龍學識咗呢個攀布嘅話，咁又會係點樣呢？嗱，咁其實大多數戰局咧都係比呢個龍式版本差啲㗎吓，不過都有幾個案例嘅例外啦，就係咧佢能夠同呢個波克基斯5波，除非咧呢隻波克基斯開咗2個盾，而且亦都係能夠微勝呢個怪力啦，同埋呢隻卡比獸㗎。好，咁啊結論時間咯，咁啊鯉魚龍因為有呢個水流尾咧，表現咧係變得更加之穩定噶。咁不過啦，喺偶然間零退嘅情況，你可能咧想要呢個水炮多過水流尾啊。而且啊，其實你都會發現今次我講嘅內容其實都不如以往多啊。咁其實都係因為呢個水流尾嘅鯉魚龍咧，都唔算係一個太大嘅升級。不過咧有進步都好過原地踏步啊。因此咧我都係十分之建議咧大家入手呢一隻水流尾嘅鯉魚龍。咁啊，尤其是咧係喺呢個2500啦，同埋呢個大師聯盟當中咧係養幾隻嘅。而如果你真係咁好彩啦，有一隻高 IV 嘅暗影鯉魚王，兼且咧係改走咗個千度嘅話咧，咁記得咧喺呢一個社群日當中咧進化佢，咁啊喺呢一個 PVE 同埋大師聯盟嗰度咧就發揮下佢啦。好，咁啊今日嘅內容就差唔多啦。咁啊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話咧，就記得咧撳個 like 之餘咧，咁啊仲未 subscribe 而且想睇更加之多 Pokemon Go 內容嘅朋友咧，就記得咧訂閱加提醒通知。咁啊如果咧想討論更加之多 Pokemon Go 練習 PVP 練打團體戰呢類嘢嘅話咧，就歡迎咧加入我哋嘅 Discord server。咁啊 description 下面咧亦都有呢個 invitation link。好，我係 Epic Crimson，我哋下次見啦。Hello， 大家好，我係 Epic Crimson。咁啊，大家最期待嘅社群日終於出現啦，就係鯉魚龍社群日啦。你哋唔興，你哋覺得唔興奮咩吓？好興奮喎，